大家好，比特币今天来聊一聊中长线，因为短线最近很难判断，给的几个支撑位10.4万美金是不准，不过10万美金现在是支撑住。那如果有在做多的朋友，或者是2年之前一路从20K 做多到75K 的朋友们，利润我还是继续 hold。等下来分享比特币目前的位置并不是顶部，希望大家至少30万美元以后还是原计划。高点的位置，我们到时候再考虑风险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 OKX 也是 F1 迈凯伦车队以及足球俱乐部曼城队的赞助商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。也就是比特币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看比特币有可能是在盘整，然后给大家的几个支撑位，一个是10.4万美金，前2天是跌破，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也是给了有一段时间。我个人认为比特币中线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就是这个10万美金，跌到这个低点，那如果有按我的支撑，你如果在这个位置做多的朋友，昨天是跟大家提到，不然你可以把成本设为自己的止损，因为10万美金它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之前在这个2025年初的时候到2024年底的时候，这个盘整的区间，它几个高点的位置支撑是在10万美金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最近链上金鱼的数据，5号的数据好像也不准哦。不过6月4号、6月3号或者是6月2号，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，那一天在推特上面有跟大家分享，好像主力金鱼它也不满，但是昨天跌到这个低点，可以看一下6月6号，也就是这一根 K 线收盘，金鱼是开始再买了，买了2000多枚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昨天这一根蜡烛，也可以看作一个多头非常强势的一个蜡烛，就是一根下跌，它现在价格基本上是重新收回了这个10.4万美金。那不然我的观点是，朋友们还是一样，就是整个中线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就是这个10万美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下方这个非常传奇的哈希日本指标。再来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比特币目前的牛市没有结束，也是跟大家否定了有一段时间比特币这个位置不是顶部哦，有可能坏一点的情况它目前是在盘整。因为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哈希日本指标2024年4月份的时候，当时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产量减半，那历史上也是跟大家讲了很多次啊。之前在20K 为什么希望朋友们去抄底比特币，包括后面上涨也是希望朋友们要一路去买进比特币。它这个哈希日本指标是非常的传奇，减半之前有可能会有2次这种蓝色的买点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2023年1月份的时候这个蓝色的买点，那你去买的话到现在是不是有利润？所以之前在底部的时候也是希望朋友们，或者是后面一路上涨也是一路希望朋友们买到现在的10万美金。不然我的观点是，包括如果有新资金的朋友，你尽量控仓为主，因为该买的低点早在2年之前，这个25K 下跌也是出现蓝色 buy 的信号，减半之前一个2个。那我们看一下2019年的比特币这一波牛市，产量减半是在这个位置，可以看一下减半之前它有几次买点，一个蓝色 buy 的信号，2个蓝色 buy 的信号，3个，特别是这种底部 buy 的信号，你要拿身家去 all in 这个比特币，一路去买，等到减半之后，后面一个2个3个，就是价格越涨越高，你可能买点的信号出来，我的观点是你应该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。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当时比特币的牛市，当时产量减半是在这个位置，减半之前在底部的位置，一个蓝色 buy， 2个蓝色 buy 的信号，要拿身家去 all in。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后面产量减半之后，比特币在2015年的牛市减半之后，它是再出现了一个蓝色 buy 的信号，后面是没有再出现过。
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我前段时间在比特币10万美金跌到75000美金的时候，有跟大家提到一个观点，比特币11万或者是10万美金并不是它的顶部，因为我们参考历史的经验，2015年的牛市，只要比特币这一个哈希瑞本指标出现蓝色买点的信号，它在1-2个月之内或者是范围之内的一些高点的位置，不会是比特币的顶部。或者是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在2019年当时的牛市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就是产量减半之后1个、2个、3个，最后这一个蓝色拜的信号，后面比特币是不是再涨到新的高点以后，这个位置才是顶部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前段时间为什么交易群上面希望朋友们在这一个8万以下继续 all in 比特币，也是因为这个蓝色拜的信号出来，我相信当时的这个高点不会是比特币的顶部，后面肯定还会有高点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当时这个蓝色拜信号出来之后再买的利润，到现在也是有利润。那现在也是有朋友这几天一直在问，这个蓝色拜信号现在是又出来了，那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不会是比特币的顶部啊，后面肯定还会有更高的高点，有没有可能涨到20万、30万以后？我相信比特币到时候我们要注意风险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交易所上面比特币钱包的余额，也是有朋友一直在讲，最近金鱼是在疯狂的从交易所把比特币搬到自己的钱包。我们看一下交易所上面比特币钱包的余额，已经是创出历史新低哦。那这种是什么概念？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在2024年2月份的时候，当时价格还在4万左右，后面不是涨到10万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比特币绿色的线，也就是交易所钱包的余额是一路下降啊，就是全世界的那一些富豪都在疯狂的抢购比特币。只要比特币在市场上面或者是交易所上面流通的数量越少，那就会造就比特币整个价格数量稀缺的情况下，很少的资金就有可能会推升比特币整个大长线的牛市，或者是希望朋友们尽量来拥抱比特币，去他妈的垃圾法币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中线的支撑这一次跌到这个10万美金，其实前面的这几个支撑位，我们可以画一条横线过去观察一下，它就是前面在10万美金左右这边的一个箱体，有几个高点跟低点质押转换的位置，在这个位置下方的这个箱体，有可能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啊。或者是现在比特币2根蜡烛结合起来，如果再配合这个位置，有没有可能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或者是前面这一个是一个 ABC， 或者是这整波里面有没有可能是一个 ABC， 也可以看作这个位置会不会是一个 ABC。 那一般你有看到这种曲折的时候，低点位置有可能比特币就会上涨，或者是再看到这种曲折的时候，一般低点的位置你再配合之前很重要的中线的支撑，不排除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比特币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。当然整个中线我们尽量先观察吧，这个10.04万美金最近一段时间它如果要盘整的情况下，不要又回到这个下方，如果它要回到这个下方，那我们要观察有没有可能主力在这个位置还是利用时间来化解空间，就是盘整一个右肩以后结束以后，比特币有没有可能中长线会继续开启最后的疯狂行情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订阅我们，